一听到癌症，你脑海里是不是立刻浮现化疗以及掉头发、恶心呕吐、全身虚弱的可怕画面？事实上，化疗并不是每个癌症患者的必经之路。你可能难以置信，其实高达90%的癌症患者根本不需要化疗，除非你搞懂自己是在夺回阵地，还是固守战果。只有弄清楚这场对抗癌症的战争进行到哪个阶段，才能决定化疗是否有必要上场。换句话说，化疗该不该用，关键在于厘清治疗的真正目标。听起来有点悬吗？别担心，让我们一步步拆解这个观念。首先，我们要明白，癌症治疗就像一场战争，医生常用战争来比喻癌症治疗的策略。打仗之前，你得先判断战局发展到哪一步，目标是什么，才能决定派出什么样的部队，何时进攻，以及战斗多久。化疗并不是无敌的大绝招，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乱炸一通，而是要根据战场情势灵活运用的武器。换言之，化疗是不是登场，什么时机用，用多久，都取决于战局。而战局的关键就是看癌细胞的势力范围，敌军癌细胞是在局部据点被围剿中，还是已经四处出没，占领了多处阵地。如果癌症尚属早期阶段，没有远端转移，医学上称 N 名期，那么我们的战略就是夺回阵地，彻底歼灭敌人，收复被癌细胞占据的领土。在这种情况下，手术往往是主攻的王牌部队，直接冲进敌营，将肿瘤这个敌方据点一举拔除。对很多早期癌症而言，手术就能把绝大部分癌细胞消灭干净，病人甚至有机会仅靠手术就痊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大多数癌症在早期时根本不需要化疗，因为主力部队的手术已经可以解决战斗。然而在有些情况下，化疗也会在这阶段参与战斗，但不是乱轰滥炸，而是各司其职的发挥特定作用。先遣部队当肿瘤较大，位置棘手，为了提高手术成功率，医生可能安排化学药物先出击，也就是所谓术前化疗。这支先遣部队会先削弱敌军实力，把肿瘤缩小压制，让之后的手术更容易各个击破。就像正式总攻前，先用小股部队突袭敌人，切断补给线，削弱火力。经过这波攻击，手术登场时往往更有把握一网打尽敌军要塞。善后部队即便手术顺利端掉了肿瘤的大本营，我们还得小心残存的漏网之鱼。也许某些癌细胞已经偷偷派出侦察小队，在身体其他角落潜伏，或残存在血液、淋巴中伺机反扑。这时的化疗就扮演清扫战场的善后部队，术后辅助化疗。手术过后派出化疗，就是在体内展开地毯式搜索，加以歼灭任何看不见的微小癌细胞，务求将复发的风险降到最低。有点像战争中组成功课之后，派出扫荡小组逐屋搜索，不给敌人死灰复燃的机会。总而言之，在没有远端转移的夺回阵地战役中，手术是主攻大军，化疗则根据需要充当先遣突击或善后清剿的角色。很多早期患者因为敌军已被主力剿灭干净，可能连先遣或善后的化疗都不需要就赢得胜利了。这正是90%癌症不需要化疗的由来。如果癌细胞还没遍地开花，光靠手术等局部治疗，多数情况下已足够取得胜利。像许多第一期的乳癌、大肠癌、肺癌、肝癌等等，如果肿瘤能完整切除，又没有发现扩散迹象，患者术后只要定期追踪调养身体，不做化疗，往往也能长期存活，甚至痊愈。不过战场千变万化，有些敌人狡猾难缠，我们也有例外情况。某些特殊的癌症类型，化疗本身就是主攻部队，甚至能够单独歼灭敌军。例如血癌、白血病或恶性淋巴瘤，这类癌细胞不是长成一个可以开刀切除的肿瘤块，而是散布在血液、骨髓或淋巴系统中，各处都是敌人据点，根本无从下刀清除，只能靠药物在体内全面围剿。再如某些对化疗极为敏感的肿瘤，睾丸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对化疗药物反应剧烈，许多患者即使癌细胞已经转移，只要接受适当的化疗治疗，都有可能完全康复。这种以根除癌细胞为目的，把化疗当主力武器的情形，医学上称为根治性化疗。所以如果不幸罹患的是这类高度依赖化疗才能治愈的癌症，
那化疗对你而言就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需品，是决定生死的王牌武器。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这类需要靠化疗根治的癌症仅占所有癌症病例中的一小部分。对绝大多数实体癌症患者来说，在疾病没转移扩散时，手术加上适当的辅助治疗通常就足以应对。再来看看另一种局面，如果发现癌症时已经比较晚期，敌人不止聚首一处，而是在身体里多处开花结果，也就是出现了远端转移 ME 期，那战略就得改变。当癌细胞的势力蔓延到身体其他器官，我们不得不承认战争已经进入固守战果的阶段。此时目标从原先的全面歼敌转为稳定局势，守住阵地，并争取更多时间。简单说，就是没办法一下子把敌人全部赶尽杀绝。我们要做的是尽量压制他们的攻势，不让局面恶化。同样的，化疗在这阶段的角色也跟着转变，不再是前线突击队或清扫队，而成了一支维和部队。在固守战果的战役里，化疗执行的是缓和性治疗任务，就好比维和部队驻守，尽全力延缓敌军进犯的速度，维持战线稳定。对于无法根治的转移性癌症化疗的目的，已不再是让癌细胞全部消灭。那在现阶段医疗来看，往往不现实，而是尽可能控制病情进展，把癌细胞的扩张趋势压住，争取患者更多的生命时间和较好的生活品质。或许有人会问，既然都已经转移无法根治了，化疗还有意义吗？难道不是白白受苦？这就像战场上虽然无法彻底打败敌军，但我们也要避免全盘溃败，守住最后的防线。缓和性化疗可以缩小肿瘤，减轻症状，让患者疼痛减少，生活起居能维持得久一点。同时，化疗往往能延长寿命，也许无法胜利，但能让生命这场拉锯战拖得更久，等待转机或多陪伴家人一段时间。当然，如果敌人过于强大，战况恶化到医疗手段也难以扭转的局面时，医生会和患者讨论是否进入光荣撤退，也就是启动安宁疗护。所谓光荣撤退，并非放弃治疗，而是换一种作战目标，让患者有尊严，尽量舒适的生活下去。如果最终战局不可逆转，能够平和的离开，而不是在无谓的苦撑中耗尽人生最后的尊严，这也是战略的一种目标，是保全我军的福祉，而不再硬拼消灭敌军了。透过以上的战争比喻，我们可以看到化疗在不同阶段扮演的截然不同的角色，或是先遣突击，或是善后扫荡，亦或维稳延命。所以回到现实问题，到底要不要化疗？这其实没有一刀切的标准答案，而是取决于你正处于哪种战斗阶段，以及你的作战目标是什么。如果你的癌症还在局部，主战场已被手术等手段拿下，而且医生评估残敌很少，那你大可以选择不追加化疗，把时间精力用在恢复体能和定期监测上，以守为攻，静观其变。但如果你的情况属于上述需要先遣或善后的阶段，化疗往往就是提高治愈率，防止复发的关键武器。再比如说，当癌症已经转移，化疗通常是延长寿命、控制病情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除非有更有效的标靶药或免疫治疗，但那是另一个话题了。简言之，化疗的价值在于用对时机，用对地方，该出手时就出手，不需要时则不盲目出手。或许你会担心，医生这么说，可我真的好怕化疗的副作用，万一化疗本身把我身体搞垮了怎么办？这种担忧非常常见，也相当可以理解。毕竟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化疗就像在体内引爆毒气弹，把癌细胞毒杀的同时，也让正常细胞跟着遭殃，导致一连串痛苦的副作用。过去确实流传着许多可怕的说法，甚至有人听信谣言，认为一化疗就会死，宁可不治疗也不想碰化疗药。但现在的医学进步早已大大减轻了化疗的副作用。现代的化疗并非昔日那种无差别的大轰炸，而更像精确打击配合周全后勤支援。怎么说呢？一方面，新一代的化疗药物经过改良，毒性副作用比早期药物温和许多。另一方面，医生们也懂得使用各种支援疗法作为后勤补给，帮助患者渡过难关。例如，现在有非常有效的止吐药，可以让绝大多数病人在化疗期间不再剧烈呕吐。有深白血球的药物和技术，
可以大幅降低感染风险，还有止痛药、营养支持、中医药调理等等多管齐下，减轻化疗带来的不适，甚至连大家最在意的掉头发问题，也有冷帽技术等辅助手段可以减轻。除此之外，医生在安排化疗时也会量身定做方案，调整剂量，延长或间隔疗程，尽量在治疗效果与生活品质之间取得平衡。现在就算是高龄或身体较弱的患者，只要慎重评估，多数也能耐受一定程度的化疗，让病情得到控制。一言以蔽之，化疗早不是过去那种一打下去就把人打垮的猛药了。当然，任何治疗都有风险和不适，但现代医疗早已把化疗的风险大大降低，好处尽量提升。尽管如此，对未知的恐惧仍会让很多患者却步。真实的临床中，我们仍常看到一些病人因为误解或害怕化疗而拒绝了原本有帮助的治疗，结果延误了病情。分享2个令人遗憾的案例。有一位50多岁的大肠癌患者，手术切除了肿瘤后，医生建议再做几个月的术后化疗，以降低复发几率。患者当时觉得自己手术都做了，人看起来也恢复得不错，就担心化疗反而伤身，于是选择不做后续化疗。刚开始几年他相安无事，但第5年癌症复发，而且癌细胞卷土重来，转移到了肝脏，战局瞬间从局部变成多处告急。面对再次来袭且更加棘手的敌人，他不禁懊悔自问，如果当初有做化疗，会不会不一样？这正是让人唏嘘的地方。没有人知道如果当初化疗了结果会如何，但至少那时化疗是有相当可能性防止敌军反扑的。如果早在战役有利时派出善后部队清剿，或许就不至于让残敌养精蓄锐，东山再起。另一个案例则更加令人痛心，一位30多岁的年轻女性罹患乳癌，发现时肿瘤已经侵犯到皮肤，甚至造成严重的淋巴水肿，连平躺接受检查都很困难，睡眠和生活品质大受影响。这其实表示癌细胞来势汹汹，非常凶险。医生原本建议他立即开始新辅助化疗，也就是术前化疗，先遣部队打法，争取缩小肿瘤再动手术，并控制病情进一步扩散。可这位患者对化疗有深深的恐惧，怎么也无法接受毒药进入体内，加上听信一些偏方和网络资讯，最后只愿意尝试口服荷尔蒙药物等较温和的治疗，拒绝了任何化疗方案。遗憾的是，没有了化疗这道防线，癌细胞长驱直入，他的病情很快恶化。后来他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月，身体每况愈下，医生们眼睁睁看着治疗机会一点点流逝，却无能为力。最终这位年轻的生命仍不幸离世。事后，当时负责的医师感叹自己经验不足，没能早点消除他对化疗的恐惧，错过了黄金的治疗时机，至今想来都深感遗憾。从以上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化疗本身并不是可怕的洪水猛兽，但对化疗的误解和恐惧可能带来可怕的后果。有人将化疗形容为与魔鬼交易，短暂折磨，换取生存机会，但其实更贴切的说法是，化疗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用得好能杀敌，用不好可能伤己。所以我们强调，搞清楚战局再决定是否出兵，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在正确的时机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人生没有如果，治疗也没有保证。正如专家所说，治疗不保证一定治愈，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尽力降低未来的风险。医生可以提供专业意见和科学数据，但最终选择权在你手中，因为身体是你的，治疗带来的种种挑战也是由你来承受。重要的是，你要充分了解每种选项的利与弊，想清楚自己的价值观和在意的是什么，然后才能坦然接受自己的决定，无论结果如何不留遗憾。好消息是，如今医疗强调医病共享决策 SDM 的理念，也就是鼓励医生和病人共同讨论，透明交换资讯，一起决定治疗方案，而不是过去那种医生说了算，病人只能服从的单向模式。你完全可以，也应该参与讨论，问问医生为什么建议化疗，不化疗行不行，预期效果如何，风险又有多大等等。好，医生会乐于解释清楚，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你选择 A 或 B 各自的好处坏处，
如果医生跟你比喻说，化疗就像先遣队，可以提高后续成功率，或化疗是善后队，能帮你清除看不见的残敌，你大概就明白他为什么推荐这么做。反之，若医生说你这种情况化疗效果有限， CP 值不高，可能白受苦，那就表示也许不化疗对你更有利。有了资讯透明，你就不必被动的在恐惧中猜测，而是可以和医生站在同一战壕里分析战情，搞懂自己的癌症属于夺回阵地还是固守战果，需要全力猛攻还是稳扎稳打，化疗在这场仗中是必须的利剑还是可有可无的选项。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化疗到底是救命良药还是加速衰亡的毒药？其实化疗只是一种武器，一种工具，本身无善恶，关键在用法，对不对？对于该用时用对了的人，他就是扭转战局的英雄；对于不需要时勉强乱用的人，他可能变成累赘和伤害。就像战场上的炸药，用在敌军头上是立功，用错地方只会伤及无辜。绝大部分癌症患者如果及早发现，成功以手术等治疗根除了肿瘤，那么恭喜你，你已经赢得这场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这时候化疗可上可不上，完全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选择观察而不立即化疗。而如果你的情况特殊，需要化疗这枚震撼弹来增加胜算或拖延战局，那也不必过度恐慌。现代医疗会尽最大努力护航你的化疗之路，让你杀敌而自己尽量不受伤。请记住，化疗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打还是不打的二选一，而在于你能否在正确的时机做出符合自身状况和意愿的抉择。只要方针正确，心理准备充分，化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误解和恐惧中错失了良机。了解自己的战场状况，和专业医师并肩作战，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这才是对抗癌症的制胜之道。战斗打响了，你就是这场战役的指挥官。相信在资讯充足、策略清晰的情况下，你终将做出智慧的决定，打赢属于你自己的那场仗。